太后娘娘，要说江家那大姑娘啊，端庄大方，那学识和人品也是极佳的。殿下要是选了她，绝对称心如意。再说了，您和圣上不也亲近了吗？快回去坐吧。是。皇后娘娘到。见过太后娘娘。她怎么来了？回母后，这是圣上的意思。哼，看看哀家的好儿子，好侄女儿啊！薛姑娘当真做了贤妃了，看来传言不假呀。今日这事儿与我没什么关系，我就来走个过场。我早晨出门的时候算了一卦，今日的时辰不太吉利，我倒要看看是哪个倒霉蛋当选。临淄王到。殿下今日就要抱得美人归了，为何还闷闷不乐？殿下选中心仪之人，只需将代表正妃之位的牡丹赠予便可。至于侧妃，则赠予乐器。那个江雪慧牵扯风波太多，绝不能给她正妃之位。明日只能给她个侧妃，这是哀家做的最大让步。母后，若不能娶江雪慧为正妃，那儿臣宁愿一生不娶。你个混账东西！哎，母后息怒，胡闹！你要知道，你是临淄王，没有任性妄为的权利。母后愿意让江家女进你府中，这已经是格外开恩了。母后，江雪慧究竟是哪点不好？您为何对她如此大的恶意？她错就错在，居然能够让你忤逆哀家。你是哀家几个孩子中最为听话的，却为了一个女人牵扯出这么多事端来，你让哀家作何感想啊？哼！既然不愿意选妃，你就在这儿跪着吧。母后因为薛贤妃的事，已是气得厉害。二弟啊，待你成婚之后，就要吩咐令主的，正妃、侧妃有那么重要吗？来，你真的以为朕想纳薛叔，你拒了薛氏女为妃，薛家颜面扫地，定国公心生怨愤。薛家掌握着兴武卫多年，纵然被揪住了几桩旧案的把柄，但也没有查到什么实证。况且薛家在朝中势力盘根错节，轻易撼动不得。朕纳薛叔，既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平衡朝堂势力。是我给皇兄添麻烦了。二弟啊，你要明白，今日母后给的是宫花，可若你执意选江雪慧做正妃，那赐下的便会是毒酒了。对不起。
事在人为，若没试过，又怎知道不可以？只要你愿意参选，愿意踏出这一步，余下的路，自由我来走，好吗？江大姑娘，这是要拒绝赐婚吗？你可要想仔细了。江姑娘，谢临淄王殿下恩赏。介儿，正妃还没选呢。我早知今日出门时辰不对，果然到了谢梅了。大姑娘真惨，侧妃说的好听，其实就是妾。正妃用牡丹，她却只能用月季，处处都得低一头，想想就心疼。走吧。很早以前，我就在白果寺给婉娘封了盏灯。当我即将嫁入王府，怕不能适时而出了，为免她孤苦，我特求了父亲母亲，将此灯接回。我做了这么多努力，最后却换来这个结果。现在你应该开心了吧？以往我的确是嫉妒你、憎恶你的。你用了我的身份，占了我的亲情，享了我的富贵，可我却偏偏什么都不如你。我处事笨拙，易躁易怒，越想做好却越做不好，反而叫旁人看清。可最近一段日子，我发现我娘待你好，却也处处约束着你。满京城的大家闺秀，人比人，倒叫人不敢犯错。我便想，若是我想那荣华富贵，占那亲情身份，却要过这样无趣的生活，做如此凉薄之人，我只怕心不甘，情不愿。难道你在那乡野间，就能心甘情愿吗？你想不想知道婉娘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其实你一点都不像她。自我记事起，她就是一个很有脾气的人。那时候我们住在乡间，因为是被府里赶出来的，所以有很多人欺负我们，说一些风言风语。我很害怕，可他都会从屋里走出去，笑着一句一句骂回去。什么人也只跟他废话了呀！哎呀，你就走，搬出去！搬来的人，什么人？走，我们村里规矩。嘿，走。你敢信吗？即使在那样的穷山恶水里，他依然每天都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。就算是用最劣质的脂粉，他识文断字，
教我读书，教我算账，还告诉我人要有自己的傲气。那时，婉娘是我所能见到的最不一样、最漂亮，也是最厉害的女人。可她看我的眼神有时却很出离，仿佛是在透过我看着另一个人。真漂亮。府里的人不让你回京城没有关系，总有一天我会带你回去，给你买最好的胭脂和衣裳，让别人再也不敢欺负我们。你要想回京城，你一个人滚回去好了。直到后来，我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回想着以往的一切，才明白他为什么喜怒无常，又为什么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。他不想回京城，或许是在害怕，怕回了京，真相一旦暴露，我会不要他，更怕误了你这亲生女儿的大好前程。婉娘临去前拉着我的手，让我一定要把这只镯子给你。她走的时候，我死死攥着这只镯子，哭了2天3宿。等我到了京城见到你，我便想，就算我死了，这只镯子我也不会给你。若我是你，或许我也会如此吧。他不算对得起我，可我却对得起他。他的遗愿我兑现了，该还给你的我全都还给你。路你既然已经选了，那便好好的走下去。侧妃又如何？还能比你我这互换身份的处境更艰难吗？如今江雪慧的人生也与上一次不同，那公主的结局也一定可以改变。这次还有些微相助，一定可以。什么？护送公主的禁军换成了新五卫？今日才传的旨意，皇后凤体微恙，圣上把和亲的所有议程全都交给我那便宜妹妹负责。新五卫这段时日本是在刑部的调查之中，结果我那妹妹说了：“哎呀，空闲在此，白白耗费俸禄，不如领了这份差事，也好让禁军继续保卫皇城啊。”你说这不是闲的吗？贤妃不会知道你们的计划了吧？不管她知不知道，原本的计划是行不通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只能铤而走险，在宫中动手。这进宫守卫森严，尸体肯定运不进去。看来，只能在暗卫中选一个身量相仿的死士，来代替公主。这样，就算事情败露，也牵扯不到你。我去跟宁儿说一声。哎，我呢？待着。得，魏尔贤呢？多余问。今日旨意出嫁，何该高兴才是。
咋还苦着脸呢？无论如何，总是要嫁人。只不过有人嫁得近，有人嫁得远。上姨疼我，但总归不能跟我一辈子。外头的天地，总要我自己去看一看；外头的风雨，也总要我自己去扛一扛。到了今日，哭只会让人看低，何妨笑一笑，拿出点气魄来呢？长公主殿下，今日殿下出嫁，圣上允了殿下昔日的伴读入宫来告别。本宫亦是殿下昔日伴读，也该来瞧一瞧才是。贤妃娘娘带这么多人来我明凤宫，是怕本公主跑了不成？公主未必会逃走，但保不齐有人想来救啊。公主那日巴巴的去见了江雪宁，她可是个胆子颇大的。本宫今日先提醒殿下一句，若她今日再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，可别怪本宫不留情面。那日你在泰安殿外说是我们联手将你害成这样，其实就算你能嫁给我二哥，到最后也不过是这副嘴脸，只不过是藏得更久些罢了。薛叔，本来你我乃是表姐妹，我自然也对你亲近些。但是最近本公主有句话藏在心里，很想对你讲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真的很下贱？若能不下贱，谁不想有尊严的活着？本宫今日也有一句话，早想对殿下讲了。从很小的时候，我便在想，这样骄纵任性的公主，换做我也做的。公主殿下高高在上，不知人间疾苦，又怎会知为人臣、为人奴的难处？公主殿下，此去大悦，山长水远，望自珍重。明凤宫原本家守的守卫都退掉，分别退守东北、西北两道宫门。若无本宫之令，任何人不得擅动。另外，派个人好好盯着，若那江雪宁前来，立刻报与本宫。她与公主情深，本宫就不信她会什么都不做。是。殿下，其他的伴读都已经来告别过了，你也在这儿站了许久了，江二姑娘或许有事来不了了。她会来的，一定会来的。